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本来今天我是想要发布另外一个影片呢，是比较认真的讲攻略还有讲游戏的内容的，但是奈何我在讨论区那边呢，又看到有瓜可以吃了，有瓜不吃愧对父母，当然是要先来看一下这个瓜到底讲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瓜的标题为1981王国居然把他们的阿四给踢出去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避免有一些玩家看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先简短的来说一下这场 KVK 发生的一些 drama 啦。那之前我做过好几个影片是讲关于代打俄罗斯父子还有另外一个大佬 Velociraptor 的事情呢，全部都是在这个 KVK 里面的其中一个王国3308。那么今天发生的事情呢，是在他们的敌方阵营火阵营这边1981跟2359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目前他们的盟友关系呢是火阵营和水阵营结盟，然后土阵营和风阵营结盟。所以今天我们要集中的话题全部都是在火阵营里面，当然有一些牵扯到就是土阵营的1093。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脸书这边这个玩家发布的贴文，他给出的原因是发生什么事情啦？因为这个叫 Zala 的指挥叫 Itachi 不要去围建筑物，那可能是导致到这个叫 Itachi 的玩家不爽，所以就把他给踢出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他所分享的一些截图还有对话。左上角这个人不知道是谁的，但是他这里就有说到 Zala 是垃圾，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里我理解的就是他很烂，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指挥选择，所以只能暂时用着他的意思，我个人理解啦。右手边这里的图片，这里就有说他跟大家讲集结的战损比是200%的，也就是说是赚的。但是如果他们去围殴这些旗帜的话，就会导致他们的报告会变成负数，会导致成比较亏。那上面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玩家就问他你是不是这个家伙，然后 Zala 他就承认说对，这个就是我来的，但是我并没有跟 Itachi 直接说不要去围殴，他只是跟全部人讲不要再围了，就让集结 cook 的意思我不知道怎样跟你们解释啊，因为我们英文中其实会时常讲到啊，就是 let him cook 或者是 I am cooking， 就是说我现在做得很好，类似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这个人就说到他们理解成 Zala 所讲的东西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导致到我们报告比较亏的原因。这个人就建议他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就私底下讲会比较好。那这边我先做个人推断啦，因为像这种围棋制的工作呢，其实一般玩家是做不了的，通常是大佬做啦。那很可能就是 Itachi 他会时常去围棋制或者是围要塞，所以当这个 Zala 说大家都不要去围殴了，就变成他们理解成叫 Itachi 不要去围殴，而且是公开讲啦，这样子就有一点不好。但这里只是我个人解读啊，有可能我解读错误了也说不定。那这里下面的截图就看到 Itachi 在跟他沟通啦，他就说是的先生，现在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他就说到他会围殴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要让一些93的玩家去围掉他们的集结。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是跟93打过，其实他们很聪明，就是他们会放一些部队在城市里面或者是靠近旗帜的位置，当集结一抵达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去围掉那个集结，这样子的做法。所以 Itachi 这个做法也不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对于现在关卡式的情况来讲呢，其实真的不太适合去围旗帜，因为他们可能可以开一些反伤比较高的集结去打对方的旗帜，就算他们跳出来去围殴掉集结也好，他们的战损比也不会太差。但是后续他有补充到之后他会跟着标记去走，而且他也不会再围旗帜了。那Zala这边回复说也是讲保护就好，不要做其他的东西，并且还说到要多利用他们自己的农场账号，可能放在集结里面就算是真的被打死还是怎样也不会太伤。那这边 Itachi 的回复是说他已经收到了。暂时看到这个玩家所分享的图片就只有这么多而已，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还有其他的截图。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在 DC 那边看到的。那我不清楚这个玩家是哪里的玩家啦，但是他这边转发的内容呢，就是 Zala 他自己本人所写的东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写了什么。大约在2年前，他来到了这个王国1981，他一直以来都做着对王国最有利的事情，尽管有一些人不这么认为。有一件事情他绝对不会做，就是迎合他人而委曲屈服。他身为指挥，在战场上对待大家
家的方式就跟他对待自己代打一样，他要求每个人必须客观理性的去玩游戏，但是他自己绝对不是那种会靠买击杀积分来蒙混过关的指挥，即使其他人也是这么做了。那因为有一些原因的关系，他会在8月15日的时候去墨西哥，原本他是打算在这一次 KVK 之前就退游了，但是当他看到2359的一些玩家在阵营聊天室里面讲一些垃圾话，他就告诉他自己不可以，我必须要留下来战斗最后一次。如果他这边的贴文被删除了，那么大家就心里有数，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想要掩盖掉这些他所讲的东西啦。首先，第一个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他在阵营 DC 里面禁言了一个讲垃圾话的2359玩家，接着他又禁言了一个试图去贬低他自己的2359阿斯官员，搞得好像他们可以随便发言，不需要承担一切后果这样子。他从前5个 KVK 开始就管理阵营的 DC， 他不允许有人不管阶级这样子说话。那2359的盟主也是有亲自跟他私讯沟通，他就有说到他跟那个2359的盟主其实认识了蛮久，2359的盟主也是理解双方当时的行为不太妥当，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他自己的王国管理员并不是这样子看待这件事情，反而还针对了 Zala。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在联盟频道里面叫大家不要乱围殴，因为他们进入这个区域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少主账号阵亡部队，但是不幸的是有些人把这段话当作是对他们直接的侮辱而感到不爽，尽管他是已经向他们解释了这个就是运作的方式，但是对方的话传达出去之后就变成说某一些人他想要干嘛就干嘛，就觉得说好像扎拉的权力很大，他讲什么就是对的这样子。我想你们很多人都能猜到他们是谁，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应该是讲那些流言蜚语的传达者到底是谁。总之原本他是获得了这一场 KVK 的指挥权，直到这个 KVK 结束为止，但是因为某一些管理层他们说在第5区的时候 Zala 他太超过了，但是 Zala 自己本人不确定到底是怎样超过了，但是如果有一些人的自负驾临于指挥的权力之上，那么这一场 KVK 早就结束了，早就已经输了。还有最后第3件事情就是他骂了一个官员，讲他愚蠢，那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一个在不了解情况下指责你骂你的人就是愚蠢。如果 Zala 向他们解释了情况，他们依然不接受的话，那就是他们没有脑。总之这些原因就是他被踢掉的原因。不管怎样，这一场 KVK 既又像地狱又很有趣，请大家尽力的支持队伍，他也会尽力的完成他的农场账号，祝大家好运。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而且跟其他人比较他手头上还有很多的截图。最后他还要再补充多一点，小心那些你称之为朋友的人，那些我帮助最多的人往往都是投票把你赶走的人，不过因果报应会循环回来的。OK， 我相信大多数人看了这边所写的东西呢，都有点一头雾水，但是只能大概的知道一点点东西啦，就是他被踢出去的原因而已。但是详细的经过大家都是不知道的，但是没有关系，来到我的频道我就会整理给你们看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暂时在 DC 那边呢还没有看到有反击的对话，就是可能关于1981的管理层就有解释说为什么他们要把扎拉给踢掉，或者是2359那边的解释为什么要讲一些垃圾话之类的。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有另外一个主播对扎拉进行了采访，就是这位主播 King's Watch。 那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直接回去他的频道看整个直播的内容啦，但是我这边简短的说明一下。那扎拉有自我介绍，他就是说他是1981的旧玩家指挥，还有包括代打。那代打这个身份呢，就有引到一些玩家就觉得说他的身份是代打，所以他讲的话全部都是错的这样子。那么他原本是1981王国的阿斯管理层，但是在 KVK 期间他被1981的管理层投票决定剥夺他 Discord 的管理员，并且踢出管理层，所以他就在社群那边发布了告别信，在 Flash 的 DC 频道那边，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他写的一些内容啦。但是他这边直播所讲的东西呢，其实也是跟刚刚我所分享给大家看的那封公告里面讲的内容是类似差不多，只是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讲到2359的王国成员不断的一直讲废话，讲一些垃圾话，然后 Zala 有警告他，但是警告之后就直接把他给禁言。但是2359的管理层一个女生的阿四，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要强调一个女生的阿四啦，直接把那个讲垃圾话的人给解除禁言。但是后来 Zala 又被这个女生的
的阿4管理层给禁言了。那个女生的阿4管理层就警告 Zara 要注意自己的身份，没有权利去禁言2359的人。然后1981的王国管理层就认为说 Zara 已经越位了，并且损害了盟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剥夺了他的 DC 权利。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在 KVK 的时候 Zara 为了要减少损耗，所以就在联盟频道里面就有讲到不要再围殴了，就让集结自己去打就好。这个又引发他们阵营里面的一些大科长，比方说 Itachi 或者是 Meta 一些不满，认为说 Zara 是在指导他们，或者是指责他们应该要怎么做。后来 Itachi 就直接飞走了，并且下线。1981的管理层就认为说 Zara 不具备作为高管理层命令那些大科长的身份，造成了内部的内耗。第三件事情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有一个1981的管理层在私信还有他们内部的一些频道就指责 Zara 他因为自己是指挥的权利，所以就过度膨胀了。但是 Zara 在跟他们沟通无果之后，公然的在他们会议频道里面骂那个人没有脑，讲他是蠢的，这个就变成了导火线，导致到大家都投票把他给踢出去。那么这边先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看法，那其实后面他还有讲一些其他的东西啊。以我个人看来呢，我认为 Zara 他这边所讲的东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讲真的，如果你在打 KVK 的时候有一些玩家讲一些垃圾话会影响到军心的话，其实禁言掉他是 OK 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对方是其他王国的玩家，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啦。如果是自己王国的人，禁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认为他缺乏了一个沟通的步骤啦，就是他可以跟2359的管理层讲，哎，你这个玩家在讲垃圾话，你可以去禁言他这样子吗？或许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觉得他第二个问题就是叫他们不要再去围殴，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是那个大科长太过于自负还是怎样，这些指挥没有权利去指挥他，他觉得很伤心啊，觉得说我有钱我喜欢怎么样玩就怎么样玩，轮不到你说话还是怎样，所以就生气下线飞走。那我不是大佬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但是以站在指挥站在玩家的角度去想，其实 Zara 叫他们不要去围殴是正确的。因为以我的角度来想，这个只是官司，并不是很重要。而且以地图的趋势来看，其实1981跟2359他们在区域5胜利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没有必要浪费自己的兵力，你可以在这边消耗小耗。至于最后第三个问题讲开会啊，他们投票把他投出去，讲他骂了其他的管理层之类的这些东西呢，我不知道详细的过程他们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啦，但这边我就不多做自己的看法啦。但是在这个直播之中呢，其实他还有透露到，其实他在上一次 KVK 是有带1093指挥的。他这里所讲的 KVK 应该就是2489跟1093的那一场 KVK， 在黄田打了蛮久一段时间了。那你们也知道那一场 KVK 是很刺激的，一直反转又反转。他就有说到，在那一场 KVK 之后，由于双方在报酬沟通上面，以及谁带飞了这一场 KVK 的问题上面产生了摩擦。Zara在公开的频道到处去嘲讽1093，如果你们没有我，你们就输了，从而得罪了1093所有的玩家以及 TDS 的一些成员。因为我在之前跟你们讲过嘛，1093的指挥里面呢就有包含一些 TDS 的，据我所知是阿列诺在指挥1093那一边的，但是详细的内容我就不清楚了。他在里面同时有讲到，他们在上一场 KVK 就是1093跟2489的 KVK 里面，原本他们是已经快要输掉了，而且也是差不多要被打到关卡的那个位置去了，但是他们突然之间改了一个战术，所以让 KVK 获得了胜利。但是那些 TDS 的人就说 Zara 在这一场 KVK 里面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而是把这些功劳全部计算在另外一个指挥，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阿列诺头上。所以这个叫 Zara 的人呢就反驳他们说，他在线的时候他们的旗帜都有在推进，当他不在线的时候他们就撤退了。但是他们就觉得说 Zara 在吹嘘说他自己救了1093，所以就记恨他。不过这边再补充一下他跟 Itachi 之前的一些事情啦，那他是有在联盟频道那边有讲到 stop 刷命，就是不要再围殴，但是他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这些氪金大佬他们的自尊心太高了， Itachi 看到了之后直接飞回去关卡4里面下线了几个小时。随后有2个玩家，一个叫 KO 一个叫 Meta 的人就跑来私信他说 Itachi 想要怎样就怎样，没有人可以管他。但是他们来到1981的时候明明有说好他们会
会听从指挥的。高层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就怪罪他说他没有资格让大家不要围殴，哪怕1981的阿五曾经告诉过他可以指挥到这一场 KVK 结束为止。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很离谱那确实大佬想要怎样就怎样，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玩家如果看到大佬去围殴旗帜的时候，他们也会跟着一起去围的。那我不确定1981那边是不是真的有曾经答应过他说那些大佬会听从他的指挥啦，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他们有没有讲过这些事情都好，我认为 Zara 叫他们不要去围殴这件事情本质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其他玩家的看法里面是觉得说大佬一走掉之后，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进攻啊，不要惹到大佬，可能他会突然之间移民离开还是怎样，他们怕失去这些大佬。那反正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啦，但是也只是片面之词而已，我还是要再次声明这一点，因为没有看到2359或者是1981的其他玩家出来说明这件事情的经过究竟是怎么样的，有可能他们的说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以吃瓜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暂时先观望，先不说谁对谁错，有可能当他们说出了其他的观点之后，事情会有一个反转也说不定。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件事情之后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会不会觉得说这场 KVK 可能最后是以 drama 或者是内战收场？但是据 Zara 他自己所说，他手头上还有其他的截图，可能这些事情后面还有其他的后续也说不定。那么这件事情先暂时告一段落啦，我们就看后续有没有其他的更新，如果有的话我再做影片跟大家说明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